订阅优酷全明星并回答对结尾的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亲笔签名礼物。有请本期主讲人华晨宇。Hello，优酷全明星不只是明星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华晨宇。其实今天来就是随意一点，然后开开心心、轻轻松松的聊聊天。拜拜。其实接触音乐的话，小时候应该是一开始，我家里人让我学音乐，然后学的是那个长笛。那个时候好小嘛，大概6、7岁的时候，一开始学长笛的时候也没有很喜欢它，也没有就是没有很感兴趣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在学习语文数学的感觉。我基本上都忘了学习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，反正就是没有很辛苦，就是每个星期老师会给我布置很多的练习曲啊，然后还有让我去听很多的那种，就是他会给我很多的，那个时候听的是叫什么磁带，然后我就经常听着我就吹，然后有时候吹的时候就不看谱子自己改，对，然后就给老师吹，然后老师也觉得挺好的。但是老师会让我完成每个星期的作业，然后我过1个礼拜去上课的时候，我要是没有吹下来，老师就会发脾气。后来又被家人去要我学钢琴，然后学钢琴呢，我也没有很喜欢它，然后就是学着，就是也像学语文数学一样，然后学着呢，我就自己研究那个即兴伴奏。会了即兴伴奏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尝试着去写歌，然后一开始就去模仿那些写歌的方式。第一次写歌是好像是6年级暑假的时候吧，然后我就自己写歌，然后写歌就尝试着去模仿。那时候模仿谁啊？我忘了，就是模仿那个吉他书里的歌曲，好像还有港台的一些中国的一些流行音乐。因为我写的第一首歌，我其实是还很激动的，然后很激动之后呢，我就觉得那我写一首歌，可是我又不会填词，那我找人帮我填个词吧。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们班上成绩很好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她的语文很好，然后她就帮我填词，然后她就给我填了一个那种很就是情爱爱的那种，对。可是我写的时候是没有脑袋里面是没有画面的，因为我说我是在模仿嘛。我只是模仿那种情歌在写。反正我小时候我有收到过情书，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反正挺肉麻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写的。对，他有些人是不写名字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开玩笑的。哎，我以前有过一次追过女生，我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班的，就是我也没有问过他，对，就从来没说过话的那种。我以为他是个哑巴，就是他好像，因为我印象里见过他的时候，他都是没有说过话的，所以我以为他不会说话。反正就是头发长长的，然后还挺像一个就是他长得其实很普通，我也不记得，反正我就还挺喜欢他，但是我也没有问过他，我也没有找别人问过他，我也就是喜欢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，因为我成长环境让我会很内向吧。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学校是会有分那个文化课的班和艺术班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那既然分这个班，那我就报一个音乐班嘛。但其实是我偷偷报的，对，我家人其实是不知道，我爸爸他不知道我去学音乐，然后反正我爸爸就突然有一天他知道了，对，知道之后呢，他还是肯定第一反应是反对的，
就说让我不要学音乐，让我退那个班，从那个班转到文化课的那个班，因为家里人嘛，可能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一样，就是很怕自己的小孩去学艺术，因为艺术这条路是很不好走的。后来是因为我特别喜欢，然后跟他说了很久，对，然后我把他给说服了。正是怀着对音乐的喜爱，华晨宇决定报考武汉音乐学院，但高考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。因为我高中也是在武汉嘛，然后我想那我就留在武汉上学算了，我觉得跑到外地太麻烦了。对，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专业分过了嘛，然后我的文化课没有过，差1分嘛。对，然后我说那就复读1年吧，考不上的话就算了。对，然后我就很轻松的复读了那1年，而且我复读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这1年是我要复读的，所以我就要很努力的去学习或怎么样，我并没有，我反而就是还是跟平时一样轻轻松松的那种，就是跟平时上学的状态是一样的，也没有很刻苦，就是很随意的，然后到了考试那天就去考了。我大学跟我平时的状态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是那种很懒散的一个人。对，我也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去学习的那种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，而且我就是那种学校里面的那种就是问题学生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总是迟到啊什么的，因为我太爱睡觉了，就是那种。然后对学习也没有很上心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只有学习才是唯一的出路，我不这样认为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去学它，并且我去很认真的去做它。我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创造很多奇迹出来。我小时候就有想过，以后要是能有一个自己乐队就好了。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，终于接触到了有会弹吉他的，有打架子鼓的，有那种就是各种乐器都会的。很巧的是，他们找到了我，然后就说想玩乐队，然后我就说那好吧，那我就去试一下。后来去琴房的时候，然后就随便唱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就觉得啊，那我们要跟你一起玩乐队。其实我们经常旷课，就是我们在上我们乐队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每次上课永远都是坐在那个教室的一个角落的那一排，然后就是离那个后门，就是教室的后门就在门口，我们坐在那一排，然后那一排大概有个6、7个座位吧。然后我们乐队刚好所有人就把它站在那一排，然后每次上课然后上了一半的时候，就说刚刚那个曲子还没有排完，我们回去排吧。然后就说好，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，好啊，走不走？走。然后就跑了。会在班上找一个人说，就是说，如果他再点名的话，就给我们打个电话，我们就再跑回来。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在排练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因为我是队长嘛，然后，对，然后我就会乐队的排练时间还有歌曲什么的，很多东西都是我来定。我很自私的，因为我每次按照我的时间来，就是比如说早上，比如说我乐队的贝斯手君，他是每天都很早起来，那个琴房是7点钟开门还是反正就是7、8点钟开门。他很早就会起来，然后就会在琴房里面，就是在琴房等他开门，然后就去练贝斯了，就弹贝斯，然后就练就练一整天。但是早上我从来都起不来，然后我都会说，那你们早上去就先自己练一会儿吧，然后等我起来之后我们就去排练。对，大学我很少出现在学校，我那个时候只有90多斤吧，好像，特别瘦，那是我最瘦的一段时间。我走路随时都会被风一吹，就像叶子一样。被吹走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总叫我叶子。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怎么想要干嘛，但是老师有跟我谈过，就是说，也许就是或者留学要当老师或怎么样，然后我觉得都行，然后
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没有考虑过，因为我总觉得，想那么多也没有太多意义，顺其自然。等毕了业之后，总是会有一件事情可以等我去做的。对。对未来没有过多计划的华晨宇，在大3时参加了快乐男声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比赛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我参加快男呢，是因为是长沙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来到武汉，然后他就来找我，然后就对我特别好，然后他就请我吃了一顿好大一顿餐。吃了好多肉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还蛮好的。然后他说你去长沙吧，你去比赛吧。然后我长沙有超多好吃的，然后说什么？他说他会带我去吃遍那里的小吃。然后我说那好吧，那我就去吧。选这首歌是我自己觉得好玩，我就去选了这首歌，因为我本身也无所谓这个比赛，我觉得唱了就唱了，对，然后就玩一下嘛。然后因为当时就是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是在参加之前就会有工作人员问我，就是要报曲目嘛，他说你能不能报你的原创？我说原创，好吧，那就报吧。然后我就报了，其实是这样。然后我就想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反正也原创也无所谓，本来就是玩一下，然后那我就去了。因为我也没有上过电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感受，我也没想过，因为我不知道生活会被放大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我的状态啊。然后，但是我的状态肯定会有某一个特点会让人记住，然后也会因此而被放大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天空海阔。华晨宇凭着他独特的性格和唱腔，收获了超高的人气，并因此被大家称为火星弟弟。我当时一听到这些外号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对。然后，但是就觉得那还挺好玩的，对，因为我不在意这个叫什么称呼，对，我从来都不在意这些，包括我上学的时候一样，就像好朋友给你起一个那个外号一样，因为大部分的人，比如说只有关系好的人才会给你起外号嘛，而且起的外号都是那种很奇怪的那种，你们所有人这样叫我，我也不会掉块肉，对。我还是有肉吃，该吃吃，该说说。我有时候会给快男小伙伴打电话，大半夜，我给左大爷啊、张阳阳啊他们，有时候我会去聊他们。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给张阳阳，然后我打电话，我说喂张阳啊，拜拜。然后他就会给我打过来说，张阳性格懂的就是各种骂着。对，他们好像没怎么整过我，但他们天天都在叫我起床，烦死我了。我有看过那个叫我起床的那个视频，把我拽呀、打呀那种，然后就是对，就是晃我，然后还有给我按摩的。花少年其实我没有走丢，会把你某一个人物的特点放大。那我觉得放大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就是在吃和在睡嘛。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，一首歌我都唱不了。如果你让我睡饱了，你让我唱50首都可以，白天都在睡觉，所以很轻松。你对你的女朋友外表有什么要求吗？其实就是看着顺眼嘛。看我顺眼吗？挺顺眼的。收过情书，就是有点，反正挺肉麻的。他有些人是不写名字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。
哎，我以前有过一次追过女生，就从来没说过话的那种，我以为她是个哑巴。我那个时候只有90多斤吧，我走路随时都会被风一吹，就像叶子一样被吹走了。本期节目，花花还有更多的猛料等着你哟。我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没有想拿冠军，我就是玩，而且我就觉得，我唱那个海选，唱完歌之后，就有一种，因为当时我本来以为我会被淘汰嘛，然后我就晋级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太反应过来的那种，对，然后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晋级了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走到后面去了。我拿冠军的那一天，就是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激动那种，就是我觉得也没什么，因为我最后一场总决赛的时候，我当时就说，我只有最后一场总决赛我想拿冠军，对，然后我也有，就是当时是有媒体采访的时候，我也说，我说这一次我要拿冠军，对，然后我想拿冠军，但拿不到就算了，又不能换成肉吃，也许他掉块肉我会更开心一些。对。我们所有人在见证这一刻属于他的荣光，请大家记住他的名字，华晨宇。其实那时候是有压力的，因为你突然作为了一个，变成了一个大众所认识到的一个人，对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知道你，然后会去关心你，会对你好，然后就是也有人讨厌你，对，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压力的，然后之后就没有了。当然艺人没有不行，因为我跟大家就很熟嘛，就你也看到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就跟他们就很平常的在聊天的那种，然后也没有就跟我私下一样，我想站不直我就站不直，就是那种我没有说一定要就是这种帅帅的，然后坐这的，我没有非要一定要这样嘛，就是很随意的那种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出道，就是还在比赛的时候就有上那个真人秀。24小时那个城堡的直播，你能每天看到我起床，能看到我睡觉，然后能看到我在吃饭，就是看到我生活中活生生的一个样子。然后又花儿与少年也是一个真人秀，他也能看到你私下生活中的样子。其实花少年那是他们找我的，他说可以出国，然后并且免费吃住玩，然后呢还有一群人一起带着我玩。对，他最开始找我的时候就是问了我很多的问题，然后问完之后我全部都不会，也不知道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就是准备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来到我家，然后来跟我聊天，说我明天就要开始旅行了，那我要做的我的任务就是要当一个会计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要算钱什么的，其实发现其实就是个管账的，就是钱放到我这儿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但是后来大家不想让我放到那儿，放到我这儿，然后他们就拿走了，我就把这个钱包就给他们了。花花呢？又丢了。花花！以后我买一条绳子，然后把你拴到我的裤腰带上。我走丢，首先走丢这个其实我没有走丢，对，只是就我只是走在大家的后面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旅游嘛，可能其他的姐姐，然后呢包括汉哥，他们可能都是经常旅游的人，可能他们都有出过国，他们其实看到国外这些东西都也还好。对，但是我是第一次，其实我是对那些街边的东西是很感兴趣的。那我来旅游，我就想看看这些街边的文化，然后要不然我只是为了去跟着大部队一起去看看什么教堂，然后每个教堂长得也都差不多的，然后就是看一看那里的什么风景，然后拍拍照片留个纪念，然后对着摄像机喊一声花儿与少年。然后
我觉得这不是旅游，这是来录节目的。然后我也不需要去花钱去看那些什么特别美的风景啊，那些大的建筑啊。其实我最在意的是欧洲的那种就是风情，真正当地的一些街边的特色，它的文化是最重要的。你给了我那么一点钱，那我就觉得这钱也挺多的，其实对我而言挺多的，我也花不到钱，因为我吃东西其实也吃得很便宜，我吃随便路边摊我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。对，我们去录了多少天？15、16天吧，对，是录了半个月，最后他只能剪出8集，对不对？他剪出8集，每一集也只有1个小时不到吧，好像还是1个多小时。然后，所以它时间是有限的嘛，然后他就，肯定会忽略掉你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可能会把你某一个人物的特点给放大。那我觉得放大的话也没关系，反正那一点也是真实的我，因为我就是在吃和在睡嘛。这个饭吗？那来看我。也没。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没吃饱呀？没吃饱。真的啊？那再要一个吗？而且我觉得我跟晴姐就是，可能花少的时候关系很好，对，然后晴姐也很照顾我。其实说什么，怎么说？什么姐弟恋什么的，其实那都是假的，对，因为那个因为本来就没什么，对啊，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跟晴姐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觉得她还很理解我，她还会跟我聊她拍戏的东西，然后我也会聊音乐，然后我能听懂她说什么，她能听懂我说什么，就是这样。看看剪影。这不叫谈恋爱，这叫开心怎么办？这样啊。然后今年最开心的事还是自己开了演唱会，然后出了第1张个人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。其实开始卖票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是卖票，因为他们也没人告诉我说花花今天你的演唱会要卖票了，我不知道是当天是卖票的，但是我只知道突然那天，然后打了个电话过来说，花花你知道吗？你的票一开卖什么1分多钟就卖完了。我说今天开始卖票了，然后他说好厉害啊，然后因为我知道票卖的话应该是能卖的差不多，应该是能卖完的，但是只是不知道会就是卖的那么快。就是我其实在我9月6号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是一出场的时候是很激动的，对，有一种那叫什么兴奋感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唱了2首歌，唱完《拆弹专家》之后，我有忘词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会还好它有提词器，但是我会总是看那个提词器。2场好像第1场出的问题是我在唱一首摇滚的歌曲，然后突然耳返里面出了问题，就是我突然一下听不到，就是听到我的那个贝斯的声音变小了，然后我通过那个反送音箱听的时候，我这边这个反送音箱没声音了，那边那个反送音箱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是降了2个音，然后相当于我听到的贝斯是跑音的，然后我在想，哎，他弹错了吗？然后我想，那我就跟着贝斯走，就跟着贝斯，我以为他跑了，我就跟着他走，因为这样的话也许整体还是和谐的。但后来我觉得他错的时间也太久了，然后后来我就转过身去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背对着舞台，然后背对着观众，我就去看那个和声老师，我说是不是他们？我说跑音了，我说跑音了嘛，就是那样的。然后和声老师说，然后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开始往那边走，就往贝斯那边走一点点。然后我听那个音箱之后，我才发现是
它的贝斯是没有弹错的，但是我那音箱坏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传到我的耳朵里面，就像降了2个音，以至于我唱的跟贝斯不在一个调上面。对，然后第2天出的一个错是唱环游的时候，唱我自己的歌，就是那个我的那个耳返的那个线掉了。因为我当时穿的那个衣服，可能我动作一大，然后那个衣服把那个裙子把那个线给卡掉了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找那个线，我在唱歌的时候就一直在找那个线，但是就是插不回去，我就是找不到那个线的头，因为它在那个裙子里，我手又不可能伸到裤子里面去，对。所以后来我一唱完，你们会发现我一唱完之后，我就去把那个裙子脱掉了。对，其实是因为那个线我找不到那个线。其实我在录专辑和演唱会准备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是很少活动的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。然后那一段时间我是很轻松的，因为我录音的时候我说我不能早起，因为我只要一早起了，可能1首歌我都唱不了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让我睡饱了，你让我唱50首都可以，就是那种。然后，所以我就跟老师说，我只要能睡饱了，就一定能给你唱好。然后他就每天都安排在晚上录音，对，然后白天就会让我好好的睡觉。然后今天我聊了这么多，然后也知道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可以问一下，来吧，随意点。我是代表全球的粉丝来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卡西莫多的礼物那里面的那个男主角，内心是特别善良，外表特别丑恶的一个人。然后我特别想知道，你对你的女朋友外表有什么要求没？女朋友？诚实的说。等我遇到了再说嘛。不，现在就要告诉我们。其实我觉得外表还好，就是不丑就行了。再具体一点嘛。其实就是看着顺眼嘛，就是我觉得只要舒服就行了。你看我顺眼吗？你顺眼了。挺顺眼的。对啊。哦，花花这边。Hello， 花花，你前几天有发一个搞怪的微博，就是那个太阳当空照，哎，你有印象吧？太阳天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悲伤？当时很多粉丝看完之后说，真的有被吓到哎！你当时在想什么？然后平时是没想什么呀？你平时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男生吗？我挺腹黑的一个人。是吗？你觉得这样搞怪，你的火小姐有没有觉得心里暗爽呀？挺爽的。那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再整我们呢？会啊，我会跟大家开玩笑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好，那希望你经常跟我们互动。OK。好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在一起玩。OK， 拜拜。下课。如果就是要论的话，就是班上那种男生嘴巴都贱的人，是那种体育班脑子很简单的，就是那种好要干嘛好去，力气又大如牛。我有点怀疑他是变性来的。我每一次都觉得胜券在握，但每一次都，倩姐就说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讨厌，你很烦。我男朋友说我真的不能再跟你继续下去了，然后我就这样。准备好了，进不进去？来吧，为俺上定战了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算了，我还是在安定当一个女孩子。放了吧你了！你心中有火焰，就让它燃。